一个算命先生能预见未来，这是要逆天吗？一个江湖骗子用魔术从富婆手里搞走170万美金，难道是富婆没有脑子吗？一场盛大婚礼突然变成凶案现场，到底是突发事件还是精心策划？这部只有500多人看过的神剧，竟然获得了高达7.3的评分，网友们对他的评价更是赞不绝口，因为故事的结尾真的是太精彩了。男人叫查理，多年来他凭借敏锐的察觉和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从事着一份很轻松就能赚钱的工作，美其名曰占卜师，事实上就是一个纯的骗子。虽然生活很富足，但也时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妻子琳达是他事业上的助手，每当他们业绩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一些富人的宴会上，通过简单的魔术表演混入他们的圈子，从而寻找下一位客户。查理还有一个妹妹，刚刚入行2个月。这天，他和往常一样用血弹道具和一些小把戏糊弄人的时候，不料被客户当场识破了。男人一把将他抡倒在地，然后在他的袖子里翻出了自己的真金白银。You don't work Bujo, ever. Bujo's ours.没错，男人是被派来卧底的。妹妹刚才用的那些手段，在这个行业的潜规则里也是有专利的，因为在这个城市，占卜是一个垄断行业，它被控制在一个暴力家族手里，他们的眼里只有金钱，排外心极强，对待背叛手段极其凶残。被他们视为外族人的查理，每个月都要拿出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供奉交给他们。在听说妹妹出事之后，查理急忙跑去了妹妹家，因为他知道妹妹即将面对的并不只是丢了饭碗这么简单。不过在半路上，他发现自己竟被跟踪了。绕过2条街，查理把车停了下来，他径直朝那辆 GMC 走了过去。司机下车没有任何解释，一拳就把查理抡倒在了地上。原来司机是查理一位女客户的老公，当初随口一句她的老公不本分，没想到竟是真的。接下来又是一脚，查理当场被踢得昏了过去，而施暴的司机却开上车扬长而去了。后来查理被送去了医院，医生说重创造成他颅骨线性骨折，并伴有轻微脑震荡，建议长时间静养。出了医院，琳达抱怨道$80 a session for a tarot reading, you got your head kicked in. Jealous boyfriends are a hazard of the trade.显然，琳达已经受够了每天提心吊胆，同时还要被上层压榨的生活。此时的她心中出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琳达拿出手机，说她最近在一场宴会上结识了一个富婆，女人名叫纳丁。琳达一路跟踪到她的家里，看到纳丁开的是豪车，住的是豪宅，就打起了歪主意。她相信，假如查理把心思全部用在纳丁身上，那他们一定可以骗来大笔的钱，足以摆脱恶势力的控制，并开始一段富裕幸福的新生活。这是一场富太太们的聚会，而她却出身于一个骗子家庭。女人在宴会上耍了一些小把戏，竟然得到了富婆纳丁的赏识，对她来说，这可是一条大鱼。这一次，她煽动丈夫要私下里行骗，把得来的钱中饱私囊。可是丈夫却怂了，因为这中间如果出现差错，被她老大发现的话，他们一家人就完蛋了。看到丈夫如此软弱，琳达一脸失望地离开了。在他们家门口，有个女人在这儿已经等候多时了，她是妻子的朋友吉娜。此次前来的目的是想让查理做中间人，介绍他进入占卜行业，因为他还有一个独特的技能和身份——催眠师。在不知不觉中，就连查理这种老江湖都轻而易举地被他成功催眠了。这时，琳达破门而入，看到丈夫神情呆滞，她突然间有些愤怒。Bring him out. Now.在吉娜离开之后，查理突然感觉到一阵难受，刚刚受到重创的大脑又被迫陷入了催眠，这使查理的神经遭受到了破坏。他起身冲进了厕所，开始出现呕吐、头晕目眩。在症状稍微缓解之后，查理来到了超市。可以说，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辣椒，但在他的视线里，颜色过分鲜艳的辣椒还泛着白光，且周围的空间也是扭曲的。身边除了他儿子别无他人，但他却能听到有人谈话的声音。 Catherine's a vegan now. Can't use butter, chicken stock. Can't tell him. 查理也不清楚他的身体怎么了，只是在一个转角处，他停了下来。 Catherine's a vegan now. Can't use butter or chicken broth. Don't tell him. 说来你可能不信，可查理刚刚的确提前听到了他俩之间的谈话。这突然之间的奇异现象，让查理的精神再度崩溃，整个身体不受控制地栽倒在了地上。
这一次，医生给查理做了全面的脑部检查，可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从医学角度来看，没有任何问题。临走之前，医生给他推荐了一个人，说他的疗法可能会有些独特，不过对于脑部的研究还是很专业的。接下来，在医院这种嘈杂的环境下，查理的耳边再次响起了混沌的谈话声。同样在这声音过后，与之匹配的画面就出现在了现实中。The medical term is cholesteatoma. Very simple terms. You just have a little bit of extra skin in the middle ear. What's wrong? 从此，查理平静的生活被打破。这些奇异现象的出现，或许是脑部重创造成的精神分裂，亦或许是他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超能力。这是一场异族人的审判会，女人捧着一盏烛台，脸上挂满了难以掩饰的慌张，在周围这些西装革履人们的洗礼下缓步前行。这是他们对外族人最大的羞辱。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突然有人从背后控制住他，然后一把刀交到了老女人手里。她是查理老大的母亲，也是在场辈分最高的人。这场审判会最后的处决将由他亲自完成。妹妹的眼里写满了恐惧，下一秒，丽塔用刀生生地划开了她的脸蛋。这一切都在查理的眼前进行着，虽然愤怒，但他没有能力阻止。生活还得继续。这天，占卜者爱德华带着他儿子的衣服来寻求帮助。他的孩子患上了怪病，在四处求医无果的情况下，最后找上了查理。看着这个衬衫，查理突然回想起医院里的画面和出自医生口中的猜测。The medical term is cholesteatoma. 紧接着，查理的那种模糊感觉又来了。看着窗外的景象，查理隐约听见了2声枪响。下一秒，一辆汽车驶过。结合之前的经历，查理下意识地扑倒了爱德华。没想到这一次的提前预知竟救了他们的命。看着爱德华拔出手枪，查理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并不像外表表现的那么斯文。临别之际，查理对他说道 Check his hearing. What? No shit. No shit. 到了晚上，查理叫来了妻子，然后他拿出了一叠文件，这是他私下里调查富婆纳丁的所有资料。她的老公是石油大亨，身价过亿。看来查理因为他妹妹的遭遇已经改变了心智。在见识到那些人残忍的手段之后，他下定了决心要脱离魔爪，因为 I'm done being someone's bitch. 第二天，两人做了万全的准备，出发去了纳丁的家。这类场面对查理来说早已司空见惯。纳丁因为曾经被占卜师欺骗过，所以第一次见面还是很谨慎的。不过这可难不倒查理，因为他深知欲擒必先故纵。他先用一个小故事打破尴尬，然后自嘲地说自己直觉有时也不太靠谱，这会让他在纳丁心里贴上诚实的标签。接下来，他公然讲出一个占卜师骗人的常用话术，显然纳丁已经开始上钩了。Wonderful. 再然后，查理依靠自己已经查到的资料，模棱两可地讲述一些纳丁的过去，再骗他说这是直觉给他的指引。到这里，纳丁已经对他深信不疑了。Amazing. 这还不算完，最后在妻子的配合下，查理还要反复地叮嘱他不要轻易相信占卜师的话。这一招太狠了，看似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可实际上这会让纳丁对他的好感度倍增。初次见面，他们只聊了这么多，不过查理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要往后的日子里多加引导，那么纳丁银行卡里的余额早晚都会变成查理一家的财富。这一脚，男人被踢出了脑震荡。在同一天的下午，他又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人给催眠了。外部的重创加上内部的损伤，造成男人的精神一度崩溃，同时也让他的身体产生了奇妙的反应。他可以看到扭曲的空间，能感知到时间的错乱。这天，查理在纳丁家回去的路上，奇异的现象发生了。他看见老人手里的甜甜圈掉在地上之后，瞬间化成一滩滚烫的液体。查理看着这些失了神，最后在后车鸣笛催促下才回归了现实。在他们家门口，2名警员早早的就等在这里了。他们是来调查那天的枪击案的。显然，他们对查理的职业身份很是鄙视。This was a drive-by. Why assume it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us? He's a scam artist. Criminals, in my opinion. 可因为查理的身体实在虚弱，2名警员也只能换个时间再来。进门之后，查理突然发现爱德华已经提前进来了。说实话，爱德华的身份还是让查理有些忌惮的。不过他这次过来并无恶意，因为他儿子在查理的方向指引下获得了健康，所以他是来报恩的。爱德华还坦白，那天的持枪者正是他招惹过来的，并且他希望查理通过他的特殊直觉继续帮他做事，帮他扫平生意道路上的一切麻烦。就这样，查理正式结交下了这位黑道上的朋友。隔天，
天，查理却汇报了最近生意的进展，这就是他的老大方索，一个不可一世的混蛋。谈话间，方索拿出了一盒甜甜圈，可当查理看到这一画面的时候，那奇怪的感觉又来了，眼前的甜甜圈像被扔进了滚烫的油锅中在炸，这种现象持续了几秒钟，然后又恢复了正常。查理也不知道这与上一次的幻象有没有联系，于是便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匆匆离开了。出门之后，他联系上了医院推荐的医生，他叫诺拉。查理向他阐述了自己的症状。I'm hearing things. Colors are too bright. Time is out of joint. 最初，诺拉只是以为头部的创伤让他患上了精神类疾病。按照程序，诺拉对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测语速、测观察、测反应，可最后的结果全部正常。无奈，诺拉只好给他开些安定情绪的药物，让他在感到焦虑的时候服用。直到某一天的晚上，查理被爱德华叫了出来，他需要查理的直觉帮忙，助他铲除异己。车子在城市中左右穿梭，十几分钟之后，爱德华把车停了下来。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即将做事的地方招牌上赫然挂着店名油炸甜甜圈。You coming? 一个算命先生竟成为了天选之子，能够通过幻象预知未来。男人第一次获得启示，幻象中甜甜圈变成了滚烫的液体。第二次同样是甜甜圈，在他的视野里，热油漫过了他们表面，不停地在炸。他也不知道这是预示着什么。直到有一天，男人的一个黑帮朋友找他来帮忙清理门户时，他们把车就停在了一家油炸甜甜圈的店门口。爱德华轻车熟路的就来到了后厨，这个小伙子就是他怀疑的对象。见面之后，爱德华就开始套他的话，一旁的查理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小动作。 He's lying. Yeah. I think so too. 爱德华的表情慢慢变得凶狠，他一把将小伙推倒进油锅里，无论他怎样挣扎、嘶吼、求饶，爱德华始终死死地按住了他，没有松手，直到他被炸至表面金黄，停止了呼吸、心跳。爱德华扶了扶镜框，又捡起了一个甜甜圈塞进嘴里，然后大步流星地离开了现场。还在震惊之中的查理这才明白，原来那2次幻象预示的是凶案现场以及死亡方式。回家之后，查理深深地陷入了自责中，他以为爱德华只会给他些教训罢了，没想到竟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年轻小伙就丢掉了性命。这时查理的电话铃声响起，是他的富婆客户纳丁打来的。原来是纳丁遇到了正常途径解决不了的问题。据他的描述，清晨他被一只全身黑色羽毛的公鸡一阵打鸣声吵醒，那只公鸡头戴皇冠，看起来很诡异。随后他的屋顶哐的一声塌出一个大洞，屋外的老树不知为何无故断裂，这可把纳丁吓得不轻。警察来过，却查不出任何人为的痕迹。然而查理只是转了一圈，就找到了拉断大树用的作案工具。对他来说，找到这些当然不难，因为这一切本就是他设好的陷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结束之后，查理就找到了亲信泰德帮忙。到了他们计划的时间，泰德就拿上铁链和笼里的一只公鸡去了纳丁的家。接下来就发生了这些事情。查理假装猜测是不是他惹怒了上一任占卜师，可纳丁明明记得当初知道自己被骗了之后，还是付了2万美元作为互不打扰的保证。听完这些，查理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并承诺自己会帮纳丁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说，查理设计的这一环节让他们在纳丁的心中又上升了一个档次。回到家中的夫妻俩正计划着接下来该如何行骗的时候，查理的那种奇妙感觉又来了。他转身望向身后的地板，因为在贴近地面的地方似乎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很明显，这些幻听到的声音一定就是接下来的某件事提前给他带来的预兆。这个胖子是个狠角色，他刚方便完，身后就冒出一个不知死活的愣头青，满嘴脏话的开他女儿的玩笑。看他的表情，平静中带着愤怒。他很有经验地打开了烘干机，转身盯住他那副欠打的眼神。贴近之后，胖子居然笑了。他按住他的脑袋1下、2下、3下。即便男人瘫倒在了地上，他还没解得了心头之恨，直到男人彻底没有了动静。确实是高手，即便鲜血喷溅的满墙，也绝不沾到西服上一滴。出门走到宴会厅，他便指使自己的小弟。席间，身后一个挂满金链子的男人走了过来，他是方索的死对头，整个家族的中流砥柱，一个是方索，另一个就是他托尼。这也是方索刚刚暴怒的原因。他在厕所中打死的那个男人，正是托尼的亲表弟。在宴会之外，查理偷偷跟着纳丁的车来到了一家玩具店的门口。纳丁在这买了许多小孩子的玩具，然后他带着玩具去了附近的棒球场。整整一个下午，纳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傍晚才离开。可他并没有带走那包玩具，也没有回家，而是去到了一所学校。查理把这些信息告诉了妻子，妻子也感到了一阵震惊，因为据他们的初步调查， Nadine Davies does not have kids.
可他却有这样的异常行为，看来是有些细节并很重要的东西被疏忽了。如果事实真的像他们所想的那样的话，那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了。整整一夜，查理都在为接下来的事做着计划。想着想着，查理突然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的幻听又出现了。那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木柴燃烧一样钻进他的耳朵。这一次，他再也忍受不住了。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查理就刨开了家里的地板，想找出声音传出的源头。怎奈声音只存在于他的大脑，地板下除了黑暗，什么都没有。天一亮，查理就去找了诺拉，询问有什么办法能让幻象和幻听消失。诺拉回答没有。不过他想到一个疯狂的主意，与其绞尽脑汁让他们消失，不如坦然接受幻象中的事物。诺拉在抽屉里拿出一种蘑菇，这类蘑菇能让人产生幻觉。查理虽说有些担忧，但眼下好像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他将蘑菇一颗颗的服下。诺拉打开角落里的唱片机，点播了一首比较舒缓的音乐，随后离开，让查理独自享受这个过程。几分钟之后，查理来了感觉，不过开始的时候并不美好。他先是不停的呕吐，呕吐过后开始狂笑，后来又变成发呆，再然后就产生了幻觉、倒转的时间、挥手的模型。不过这一切都是病态的表现，并不是查理真正想要的。最后，查理看着眼前的报警器，控制不住的摁了下去。诺拉听到警报声，急忙赶了回来。不过等他推开门之后，查理已经消失不见了。男人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这将作为他以小博大的筹码。最近他们盯上了一个富婆，想用最深的套路，一步一步骗走他所有的财产。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这天，纳丁受邀来到了查理的工作室，他身边的女孩是查理的大女儿，也是他此次行动中的情报来源。女儿把查理单独叫进屋里，然后拿出了 iPad。果然，纳丁在加入豪门前曾生下了一个孩子，但只在出生之后就被送去领养了。女儿编了一个近乎相同的经历，在纳丁的聊天室获得了他的信任，最后得知他的孩子在12岁时突然生病去世了。还有一个重磅消息，就是从那之后，纳丁每年都会给这个不存在的孩子存5万美金，到现在算上利息，账户里足足存下了近180万元。 You got a name? I got 2. 之后，查理把纳丁请进了工作室，因为这场谈话尤为重要，所以在关门前，查理再三叮嘱 I don't want to be disturb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进门后，查理首先拿出准备好的钱交给纳丁，谎称这是他通过关系搞定他上个占卜师要回来的。接下来，查理从故事讲到人生，又从人生谈到自己的直觉，无形之中，纳丁已经掉进了查理的陷阱，因为他竟主动要求查理用塔罗牌再次帮他占卜。可他并不知道，这些牌被翻开的顺序早已被查理做好了手脚。第一张代表冲突，寓意前几日纳丁被恐吓事件；第二张代表富足，这张牌无需解释；第三张代表背叛。显然，纳丁的老公身价过亿，却常年在外出差，这几乎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同时，这张牌也暗示了纳丁的过去。这时，家里的门铃响起，来的人是吉娜，她还不死心，想加入占卜行业。这一次也是带来了自己的诚意。这是一包化学药剂，稀释后能让人短时间脑神经错乱，可以轻松问出他的银行卡密码。但如果不稀释的话，就是一种剧毒的毒药。琳达收起来之后送走了吉娜，还没等她进屋，门铃又响了。琳达随手将药剂藏进了盒子里，然后打开门，原来是爱德华给他们送了一辆新车，作为查理帮他清理门户的回报。表达完感谢之后，爱德华就离开了。屋内，查理翻开了第4张牌，重点来了，他寓意纳丁甘愿为某件事而自我牺牲。很明显，纳丁想到了自己的孩子，不过他并不愿提起。 Turn the next card. 第5章直奔主题，这张牌代表强有力的母爱。听到这些，纳丁起身想要离开，他已经有所警觉，自己跳进了新的骗局。不过查理对此处理得很漂亮，他并不阻拦，而是不慌不忙地把剩余的牌装进信封，然后反问纳丁，如果某天想通了，想知道接下来的指引，那他随时欢迎纳丁回来继续翻牌。多么漂亮的反客为主！纳丁听完这些，很明显他犹豫了。男人正在对一个富婆行骗，谁知经过他精心设计的一句话，竟然惹怒了富婆，还差点被他识破骗局。不过男人并不慌张，因为他还有一套备用方案。经过男人一顿花言巧语，最后还是顺利扭转了局面。 Turn it over. Are you sure, Nadine? Go ahead. 查理重新摆好牌，翻开了第6张，它代表被抛弃的孩子。纳丁再次坐下，示意查理继续。第7张颠倒的正义牌，说明在纳丁身上发生了很不公平的事。第8张颠倒的世界牌，寓意纳丁的内心世界早已分崩离析。正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查理那该死的奇妙幻觉又出现了。这次他看到门外好似大火燃烧，冒出了滚滚白烟。查理强行控制自己回到现实世界，而此时的纳丁悲伤内疚的泪水早已挂满了双眼。屋外，查理的儿子把女朋友带回了家。琳达见状，很知趣地给儿子让出了足够的交友空间。屋内，纳丁的情绪已经稳定了下来，他完整自述了关于孩子的一切，过程与其调查到的信息基本相同。这时，查理话锋一转，谎称自己前日偶然做了一个梦，梦里有纳丁，有露天看台，有孩子打棒球，还有很多糖果，甚至还隐约听到了孩子的姓名。Has a Mark or Mike, Miles.
But then I heard Dylan. No. I need the Miles. My baby. 看到纳丁卸下防备，查理就知道他的计划基本上已经成功了。在同一时间，躺在屋里的琳达听到了儿子的声音。Mom, I'm going out. I'll be right back. 艾玛也整理好了衣服，开始在这个家里四处闲逛，一会儿走进厨房，一会儿趴在查理的门前偷听里面的谈话。不经意间，艾玛打开了藏药的盒子，好奇心真的会害死猫。她以为里面的东西是跳跳糖，于是吃进了嘴里，但她不知道这东西不稀释就是剧毒。马上，艾玛便昏倒在了地上。琳达听到声音之后赶了出来，她一眼就看到了已经抽搐的艾玛以及掉落在地上的毒药。琳达慌了，她不能打扰查理，更不能让纳丁看到这一幕。很快琳达就冷静了下来，她先是藏好了包装，然后扎起艾氏的头发，开始擦去地上的痕迹。她把艾玛拖到不是很显眼的地方，摸了摸她的脉搏，看来已经没救了。家里发生了命案，毒药也与她有撇不清的关系，调查起来她肯定逃不过审判。于是琳达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毁尸灭迹。事情既因吉娜而起，所以琳达把她也卷了进来。他们把尸体运进了深山，然后挖了一个大坑埋了进去。处理好之后，还要急忙赶回家中。然而此时，纳丁已经把自己全部的秘密讲给了查理。告别之际，正好碰上赶回来的儿子，然后是悄悄从后门进来的琳达。儿子看到女朋友没了踪影，于是便问妈妈 Hey, did you see Emma before she left? No. 看来琳达是要把这桩秘密深藏在自己的心里。虽然只是吃个烤肉，但是气场必须拉满。别看过程中两人有说有笑，在暗中他俩可有着深仇大恨。曾经在一场宴会上，胖子悄无声息地干掉了瘦子的表弟，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听说表弟失踪前，有人看见他与方所前后进了厕所，不过他没有方所杀害表弟的证据。听到这些，方所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服务员以为他俩是来闹事的，于是从厨房叫来了拿着菜刀吆五喝六的厨师。他以为自己够狠，可没想到他俩更狠。托尼假装向厨师示好，然后找准机会一把将他的手按进烤炉。方所在侧方补上一拳，战斗结束。随后两人很嚣张地离开了烤肉店。难怪查理一心想要摆脱方所的控制，看来方所是真的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自从纳丁上次对查理敞开心扉之后，查理就对他展开了猛烈的骗式。他说如果想让自己彻底释怀，就必须先让孩子的灵魂得以救赎。他还说如果纳丁愿意，他可以托一位有本事的朋友为他举办一场通灵仪式，这样就可以让他把心底的话讲给孩子听。这些话估计连小孩子都骗不过。荒唐的是，纳丁居然相信了。于是查理请来了这位有本事的朋友，他就是吉娜。因为这场仪式尤为重要，他有精通催眠之术，这样即使中间出现差错，吉娜也能轻松救场。这种事当然是宜早不宜迟。隔天他们就布置好了现场，为纳丁举办了通灵仪式。 Let us join together. 看纳丁的表情，他似乎非常期待与孩子交汇。开场5分钟，正当吉娜轻声呼唤孩子名字的时候，突然一个棒球破窗而入。查理走到窗边，原来是2个淘气的小毛孩。可是棒球，他的儿子最爱棒球。 It's a sign. He's sending us a message. Miles. 看来纳丁已经深陷其中，但这一切都只是骗局。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受害者。仪式结束，纳丁的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但他身后的查理却面色凝重，因为他的幻象又出现了。他看到大火包裹了水壶，水开的汽笛声像是人在嘶吼。直到妻子将它关闭，查理才走出了幻象。刚刚送走了纳丁，他的麻烦就来了。这个老女人是方所的表姐，她接替了查理妹妹的占卜室。看到纳丁的豪车，又听查理说这是他的私事，他猜到查理一定背叛了家族，在放长线钓大鱼。 What do you want? Give me my piece or I tell Fonzo. 显然，如果他们不想破这份财，就必须面对方所家族残忍的手段。但如果把好处分给了他，那他日后定会变本加厉的索取。查理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黑道上的朋友爱德华。 I guess you were right about having a gangster on our side. 点上一颗蜡烛，摆上一个超大的水晶球，这是他占卜前固有的流程。不过这次来的人可不一般，他是一个看起来很斯文、狠起来没人敢看的黑道大佬。他来这儿的目的并不是算卦，而是受人之托前来教训教训这个老女人。可是他低估了一个女人疯狂起来的程度。得知他是为查理而来时，女人抄起蜡烛砸向了爱德华。这里满屋的纱帘都是易燃物，可老女人看起来并不在意。不一会儿火就烧了起来。在爱德华救火的时候，女人不但没有帮忙，反而一口咬上了他的
肩膀，这也让爱德华动了灭口之心。他用力把女人推了出去，然后拎起身边的落地灯，死死地把女人按在墙上。大火在他身上燃烧起来，女人瞬间变成了一团火球。事后，爱德华来找查理，他把从恐吓到激怒再到失火都叙述了一遍，包括后来女人被扔进医院。听完这些，查理突然意识到，原来他遇见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就是火燃烧的声音，那滚滚的白烟以及火烧水壶出现的嘶吼声，都是预示了今天火烧女人的这件事。医院的烧伤科，老女人全身包裹着纱布，还在昏迷中。可当她听到查理的声音，便醒了过来。她想指认查理，可是越激动越说不出话来。这时查理灵机一动，他很巧妙地把这场意外引到了托尼身上。没想到这番话彻底刺激了女人，造成她急火攻心，当场丢掉了性命。很庆幸，查理的秘密并没有被揭穿，不过他还是来找了诺拉医生。前后3次幻象，每次都有人被杀，这些幻象扰乱了他的生活，对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他要把他们从脑子中拿掉。于是诺拉再次帮他检查了头部。可当查理的头进入到仪器，看到幽蓝的灯光时，幻象在不知不觉中又侵入了他的大脑。与以往的第三人称视角不同，这一次像是沉浸体验。他遇见自己溺在水中，那真实的压迫感、窒息感让他不停挣扎。查理赶紧抽身出来，大口地呼吸着空气，他的情绪非常激动，像在求救一样，想让这玩意儿停下来。可他的脑部核磁看不出任何问题。诺拉说，这东西存在于他的潜意识。If you're asking me, I don't think it will. 除了幻象问题之外，还有些麻烦事找上了查理。警方调查到艾玛失踪前，最后联系的人是他的儿子尼克，于是他们怀疑尼克与失踪案有关。但查理知道他们没有证据，于是毫不留情地赶走了调查员。不过在临走之前，女警说他们已经成立了专案组，专门针对方索家族下的江湖骗子。看来查理往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帮派里出了叛徒，3个人都是他怀疑的目标。男人叫来了朋友，请他帮忙辨认到底是谁出了问题。查理转过头，目光死死地盯住了他们3个。环视一周，查理说道 They all want to kill you. Give me the gun. 查理接过手枪，轮番抵住每个人的额头，问了他们一个相同的问题。问题很简单，就是让他们回忆出自己与爱德华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听到那些往事，爱德华笑了。叛徒以为自己获得了原谅，于是开始主动承认错误。 I get all fucked up about things. You any big business plans? 但是他错了。这件事后，查理就要投身于自己的研究了。他专门为富婆纳丁设计了一个闹钟，然后偷偷放进纳丁家里。每天深夜，闹钟会不定时播放婴儿的哭声。这听起来很惊悚的事，对纳丁来说却是另一种滋味。自上次通灵仪式之后，纳丁觉得这是他的孩子跨越了阴阳之隔来与他会面的。天一亮，纳丁就叫来了查理。届时，查理开始故弄玄虚。他说，直觉告诉他，这里有属于孩子的东西在纠缠着他。如果纳丁不愿放手，那孩子的灵魂将被永远困在生与死的世界之间。骗术就是这样，点到为止。随后纳丁坦言 I am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big. It's here in the house. 前期所有的铺垫就是为了这一刻。没错，纳丁提到的就是他为孩子存下的180万美金。为此，查理精心设计了一个箱子，他要帮纳丁为孩子举办一场火祭。当纳丁把钱放进去之后，查理会找个时机抽出夹层，然后用障眼法蒙混过关，这样180万就可以收入囊中了。眼下查理最担心的就是最后能否过得了方索这一关。事实上，方索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警方搜查了他的家，包括他的一间网络占卜工作室，这惹得他所有员工选择了集体辞职。可气的是，员工刚走就收到了某人匿名送来的一束花，祝福语上写道：“大扫除快乐。”这不禁让他联想到了托尼，因为在他表姐的葬礼上，本就不和还互相怀疑的2个人，在酒精的作用下选择了大打出手，所以方索有理由怀疑这是托尼在暗中给他使坏。在方索妈妈看来，这样的矛盾激化会让整个家族的利益受损，所以他决定要召开代表家族至高权力的长老会。会议上，2派人争吵不止。托尼认为方索杀了他的表弟，而方索怀疑托尼与警方串通一气。后来，在大胡子的一声呵斥下，2人逐渐平静了下来。综合2人所述，元老行使了家族至高权力，因为方索没有证据，所以他们的判决倾向于托尼。最终，方索要交出包括查理在内的3间占卜室送给托尼。再有，为了防止2派人暗中继续缠斗，元老们为他俩定下了一桩联姻的婚事。他们把方索的大女儿许配给了托尼的儿子。然而，这一切都
都被暗中封锁的女儿听到了。这件事也成为了后来两大家族彻底决裂的导火索。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个纸箱，在他的眼里这是能骗来180万的宝贝。男人最近盯上了一个富婆，他用他死去的孩子做文章，设计了一个绝密的骗局。这天，男人拿着他的宝贝来到了富婆的家，富婆也从银行取出了180万美金，他准备用这180万给他死去的孩子做一场火祭。他们把钱整整齐齐地码进箱子，封箱之前，查理对他说 The baseball? I think we need to get rid of everything. Oh, it's a great idea. 查理故意支走了纳丁，趁着这个时间空隙，他急忙抽出夹层，然后做好伪装，把钱搬到花园外，拿出几沓真钞后，把剩余的钱装进了垃圾袋。然后查理拿着这些钱，把它们重新摆放进箱子。这样，等纳丁拿着棒球回来之后，他也察觉不到任何异常。那剩余的170万，就在箱子被盖上的一瞬间，也随之变成了查理的财产。把箱子浇满燃油之后，查理用一根火柴点燃了它。对纳丁来说，这是他与孩子精神层面上的永别。他有些难受，就先回了屋。接下来查理就要转移这笔巨款了，可他拿起钱还没走2步，就突然感觉一阵头晕。等他再抬起头，就看见前方的路变成了一团光。此时查理进入了幻象中的世界，他遇见了纳丁自杀。幻象中的查理想去救他，但跳下去之后，他发现原来先前自己遇见的正是今天的这一幕。查理最终摆脱幻象，浮出了水面，但这也让他整个骗局被纳丁识破。骗了纳丁这么久，最后时刻，查理说了唯一的一句真话 I'm not your friend. I never was. 回家后，查理跟妻子说他把一切都搞砸了。琳达的心情瞬间跌至谷底，已经到手的鸭子飞走了，他很失望，一句话都没说，自己离开了家。他找到吉娜抱怨，不甘心会有这样的结果。吉娜沉思了片刻，说他还有最后一个补救的办法，虽然有些冒险，但想想那170万，两人还是决定放手一搏。他们驱车来到纳丁家，在纳丁开门的一瞬间，吉娜将事先调配好的药剂吹向纳丁，这东西能让人短时间神经错乱，清醒后也不会留有中间的记忆。就这样，他们把不清醒的纳丁骗进银行，取走了所有的钱。半小时之后，纳丁一个人走了出来。当琳达问吉娜时，纳丁说道 She told me to tell you no hard feelings. 原来吉娜在拿到钱之后，一个人在后门逃走了，看样子她是要私吞了这笔巨款。吉娜匆忙回到家中，当她四处翻找护照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原来是方索得知了这一切，提前守在了这里。他手里拿着吉娜的护照，侧身又出现了一个体型高大的壮汉。吉娜想逃，看来是逃不掉了。如今让他落到方索手里，想必他也是凶多吉少。男人第一次看到幻象是热油中翻炸的甜甜圈，结果现实中就出现了油炸活人的这一幕。男人第二次看到幻象是大火失控包裹了水壶，结果隔天他的手下就被人给活活烧死了。男人第三次看到幻象是自己被溺在了水中，这一次幻象照进了现实，他差一点就丢掉了性命。然而就在今天，他的第4次幻象出现了，玻璃杯上的玫瑰图案化成了一滩血水，他不清楚这预示了什么，更不知道会不会再次出现人命。就在他打扫玻璃碎片的时候，门外突然闯入了一群工人，他们是托尼派来给工作室安装监控的。查理也是在他们口中得知自己现在的老大已经变成了托尼。查理当即出门去找了方索，想问他为何把自己过户给托尼。可是刚到门口，那种虚幻的感觉就来了。他先是看到工人背后的玫瑰图案被红色浸透，紧接着就是一铲铲的土快要将他掩埋。查理被困在了其中，最后是他拼死挣扎才挣脱出了幻象。事后，查理再一次找到诺拉，但是诺拉已经尝试了所有传统办法，显然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them stop. 然而这次，查理再也不需要幻象消失，他想要看清幻象世界中发生的事，他要尝试诺拉提到过的特别疗法。诺拉为他准备了一个浴缸，里面倒入了特殊的药剂，这有助于他舒缓情绪，从而最大限度地融入幻象本身。查理把自己泡进了浴缸，10分钟之后，查理来了感觉，随后他把头也埋了进去。幻象中，他看到散落的玫瑰花，不停刨土的双手，最后的画面竟是他的儿子在树林中好似在逃命。查理第一时间赶回家中，但家里并没有儿子的身影。他对妻子说，他遇见了儿子在逃命。听到这些，琳达感觉大事不妙，他坦白了与吉娜合作骗到钱，后来吉娜被方索抓走的事。结合这个消息，他猜测方索肯定已经识破了他们的计划。这样一来，方索很可能会抓走他们的儿子出气。作为父亲，他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在方索的家里，两方人正讨论着即将到来的婚事。这时，查理的突然闯入破坏了气氛。很明显，这个时间他们不欢迎外族人。管不了那么多。
多了，查理恳求方索交出他的儿子。这时，方索突然掐住查理的脖子，挑衅式的回应他：“有本事就自己去找。”愤怒的查理一拳把他打倒。在方索爆发之际，查理突然回想起了那些幻象，并把他们整合到了一起。逃命的儿子，玫瑰花，自己被掩埋，不停刨土的双手。查理回过神来，对妻子说道 I know where Nick is. 他开车来到白天的那个工地，开始在这里不停地挖土。他怀疑儿子被埋在了这里，可他挖了半天，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在查理接近崩溃的时候，琳达接到了一通电话。 Yes, I am his mother. 这个男人能够预知未来，不过他每次获得启示，都必定会有一个人死于非命。不久之后，他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他遇见了自己的儿子被人抓走活埋。凭借幻象中的画面，男人找到了事发地点，他开始不停地刨，疯狂地刨，可直到最后也没见到儿子的身影。这时他的妻子接到一通电话。 Yes, I am his mother. 夫妻俩被叫到了警察局，在这儿他们见到了毫发无损的儿子。原来今天警方找到了艾玛的尸体。尼克听到女朋友的死讯很悲伤，就与2个同学一起逃课，去了埋葬艾玛尸体的树林。他们在这里酗酒放火，引来了警察。显然，儿子奔跑并不是在逃命，而是为了躲避抓捕。难道是查理的能力出了问题吗？别急，真正的受害者马上揭晓。回到家中，查理刚想结束这混乱的一天，突然他看到茶几上多出了一纸留言，除了几句问候之外，上面写道：“请欣赏玫瑰，署名家里。”家里是他们的一个油腻邻居，没想到他暗中竟是方索留在这里的间谍。放下纸条，查理走进了后花园，在侧方他见到了数十株刚刚种下的玫瑰。看到这些花，他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查理抓了一把土，果然土壤很蓬松，于是他拔掉周围的玫瑰，拨开了表层的泥土。不出所料，里面真的埋下了一个人。看到这些配饰，他知道被埋在土里的人就是吉娜。看来这是方索摆好了一盘棋，他要借警察的手把查理一家除掉。因为方索知道用不了几天，纳丁就会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事实也正是如此，银行管家说他已经把钱取走了，还打开了保险柜证明给他看。纳丁第一时间就报了警，警方调取了监控视频，看到了吉娜的身影。这时纳丁说道：“这个女人曾经与查理夫妇一起给他举办过通灵仪式，而他记忆中最后的画面就是吉娜把一堆粉末吹到了他的脸上。”就这样，警方把目标锁定到了查理身上。女警联系了法医，法医说艾玛的死也是因为误食了同样一种药剂，并且他们在艾玛的体内检测到了男性的 DNA， 他们怀疑是查理的儿子给艾玛灌下了药剂并侵犯了他。于是两人来到查理家，想单独与尼克谈谈。 Nick's not here. Even if he was, you're not talking to him. 送走了2位探员，他们就找到了尼克。在讲清利害之后，尼克承认了。眼下这种情况，他们一家就陷入了被动。之后，查理叫来了爱德华，想让他帮忙先处理掉吉娜的尸体，再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帮助尼克洗脱嫌疑。但爱德华不是来解决问题的，他也是来找查理算账的。原来清理门户那天，查理的直觉出了错，导致爱德华杀错了叛徒。活下来的2个人卷走了他所有的财产，他把这一切都怪到了查理身上。他要查理补偿他的损失，否则就揭发他今天的一切。一场盛大婚礼突然变成了凶案现场，一伙劫匪趁乱而入，抢走了宾客们所有的钱财。警方到达之后，现场除了一片狼藉之外，竟找不出一丝罪犯留下的痕迹。这一场近乎完美的犯罪，设计者只是一对普通夫妻，他们原本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可接二连三发生的命案把他们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让他们下定决心实施犯罪的关键，还要说是一个女孩的死。警方把他们无辜的儿子锁定成了头号嫌疑人，为此他们特意咨询了律师，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儿子很有可能会被关进监狱。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当初琳达想瞒住所有人的秘密也就守不住了。回家后，他向查理坦白了一切。女孩死的那天是吉娜送来了药剂，被女孩误食后当场死亡。当时查理正在房间里占卜，他又不能让纳丁发现这一切，所以就私自处理了女孩的尸体。作为母亲，她不能让孩子替她承担这一切，所以她打算去警局自首。了解了整个事件经过之后，查理非常冷静地分析了这一切。 The scopolamine was Gina's, right? And Nadine just got fleeced out of $1.5 million plus by Gina with the scopolamine. Any minute now, she's going to realize all her money's gone. Who do you think is the first person she calls? Please? You're not turning yourself in. 看来有一个时刻保持冷静运转的大脑是真的很有必要的。当晚他就处理了吉娜的尸体，先把她穿的衣服都洗干净，然后冲去皮肤上的泥土，再将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最后就是装进后备箱转移现场。这样他就把吉娜的死伪装成了意外的样子。由于2个案子中的药剂都与他有关，现在的情况又是死无对证，所以警方也就暂时排除了他儿子的嫌疑。即使是这样，他们的情况也并不乐观，警察依然会盯着他们一家，托尼也会不停地压榨他们的
钱财，方索还要找机会干掉他们，就连爱德华现在也找上了麻烦。这些事情结合在一起，让查理决定不再坐以待毙，他要开始反击了。We need to go after all of them. 第二天，他抱着一个舞台模型找到了托尼，他想在托尼儿子的婚礼上无偿为所有宾客们表演一场魔术，这种能为他挣面子的事情，托尼当然欢迎。出门后，查理又联系了爱德华，他称要在这场婚礼上连本带利地补偿爱德华所有的损失。婚礼当天，查理撬开了方索的秘密仓库，他想要把能拿到的财产全部带走，但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里面只有一个巨大的冰柜，但普通的冰柜怎么会有夹层？查理打开木板，没想到这里竟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在婚礼现场，他的亲信泰德正布置着一切。查理来到后台对妻子说计划有变，因为刚刚的那个意外发现，他想到了一个既能脱身又不用跑路的办法。他通知泰德更改了魔术流程，然后又找到了酒店总管，说店员出了问题，需要他帮忙查看。等他们刚走，泰德就潜伏进了总控室，这里有酒店唯一的一个保险柜。他先用仪器破坏掉内部的电子器件，然后利用一块强磁让它彻底失灵，这样他们就拿到了保险柜的控制权。同一时间，琳达找到托尼，说他们弄到的170万被方索抢走了。重要的是 Technically, that's your money. 为了弄清这170万到底归谁，他们在婚礼之前紧急召开了一场长老会。查理在会上阐述了这170万的由来。简单说，当他为方索办事时，他们计划了这一切。当托尼成为他们的老大之后，是琳达把这笔钱弄到了手里。于是长老会做了最后的判决。The money belongs to Whitestone. 虽然方索不愿意，但他不能违背家族指令。托尼在拿到钱之后，就把钱锁进了那个形同虚设的保险柜。接下来，婚礼正式举行，宾客们开始载歌载舞。一阵欢乐之后，托尼与琳达的魔术登场了。魔术很简单，就是一个障眼法的大变活人。可当帘子再次落下，这次出现的竟是一个棺材样子的木箱。泰德看时机已到，于是按下了机关，箱子里滚出了一具尸体，死者正是托尼失踪已久的表弟。现场一度失控，泰德在后台悄悄拨通了报案电话。与此同时，爱德华赶到现场，他们拿起面具和武器冲进宴会厅。这些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钱。他们家族中所有人都是穿金戴银，这种场合更是少不了礼金。查理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把爱德华也安排到了计划中。在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之后，爱德华迅速离开了现场。这时宾客们开始混乱了起来，查理混在人群中逃离了这里。托尼第一时间去看了他的170万，包包还在，但里面的东西竟然变成了面粉。这时方索突然在身后一锤要了他的命。当警察赶到这里时，只看到了方索的妈妈和象征着他权位的那柄锤子。没错，方索故意嫁祸给了他的妈妈，因为他早就看不惯母亲一切都家族至上的观念，他想要的是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回头看查理二人，他们带着170万美金回到了家，经历了万般曲折，他们终于成功了。可查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在满屋子的钱中看到了一根金色的钉子，这让他想起他第一次见到方索时，方索给他讲的一个关于金钉子的故事。不错，这场游戏看似是查理赢了，可实际上幕后的棋局操控者一直都是方索。I was cleaning my house. So what now?